当一个妈妈或者爸爸也这么好学，相对的推动下去，孩子到孙子潜移默化。所以我们的课程就是从最初的哇怎么样怎么办不会，到刚才你问的这些长辈可以在家里，他们就这样子对着镜头，然后画了还要让他的镜头被老师看到，然后还能够画还能够讲，哇，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乐龄乐谈播客系列是由 Signature 制作，感谢本期节目由东元中医诚意赞助。欢迎大朋友老朋友和我们一起乐龄乐谈，在这里我们通过对话凝聚力量，让长者和家属在乐龄生活和照护的路上彼此陪伴，一路有光。我是华珍。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关于乐龄学习。一说到学习，可能很多人会先想到学校、考试、文凭，好像学习是一种任务，然后是很有一点功利性的。比如说，我们学习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目的？必须要学了有用才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学习可能并不只是为了一张文凭，或者是为了工作上所用呢？比如对乐龄人士来讲，学习可以是什么呢？当我们一直以为学习只是一种课业上或者是学术上的学习，在 University 大学可以做之外，我们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的长者、我们的老爸老妈也可以有另一种学习的机会或者空间，比如像 UniLife CD 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所以呢，今天的嘉宾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不惑生命学院 UniLife CD 的创办人和执行长高桂莲女士，我叫你高女士。对，欢迎你，谢谢。对，感谢。不惑生命学院它一开始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会想到创立这个学院呢？ OK， 我除了在事业上的耕耘人总要生活，那除了自己的家庭事业以外，时常都会想的，那当然也是源自父母的影响，潜移默化，我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所以在我创业的这个阶段里面这30几年来，算是吧，我都在做一些社会服务的一些工作。那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就突然一个叮，我又还可以做什么？这样的一个醒觉，因为不然就一直的就有这样的口号提起我们包括自己也会老，看到爸爸的老，然后就想到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当这个东西一启动的时候，哇，进入我的这个思维里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来自很穷苦的家庭，然后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在那个时候，对，就是爸爸的一句“我卖田也要让你出去”，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再往回看呢，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长辈，更多的是愿意为了家庭的生活而放弃了他们自己可能的志愿学习学业，对，不是因为他们太笨没有办法读书没有办法毕业，而是那种愿意为了生活而牺牲自己，在那个年代。那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又为这一群对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什么，或者 ready 了什么，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多我们都辛苦的把孩子送进大学University，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长辈更加是人间导师，所以我们就创了这个 UniLife CD，就是 University 里面他们就是生活的大学生，对，生命的导师，生命生命的一个领航者。
那不惑怎么来呢？子曰：“30而立，40而不惑。”那从这里而来，我们讲为什么是不惑啊？不是比如说30而立。OK， 我觉得不惑是在子曰那个年代，是因为生命经过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么一定经过一个阶段，到40是一个生命的淬炼，所沉淀下来的，我所谓的珍珠，生命里面很夯实、很扎实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命名不惑。不惑，对，我很能感受了，因为我也是到了这个40而不惑的年纪。只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在不惑生命学院通常会提供一些怎么样的课程呢？然后通常目前来讲啊，学员有多少人？他们通常是什么年龄层啊？他们的背景啊，多数是怎么样的背景？这是一个过程哦。有时候想做和做不做得到，你想做了，你去行动，那做不做得到，它的呼应在哪里？对，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很值得去探索、很美好的，都在这个过程。所以最早我们想做，很多，从想为社会做一些事，到凝聚一些朋友，然后找一个方向，想做什么。那我比如现在我们看到，包括您的成长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父母很愿意为孩子去载他去读书，找很好的老师，送他去补习，还赶场，然后可能是竭尽所能吧，包括财务上、时间，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对，然后为孩子找一个方向，对，兴趣班很多，对。但是反过来了，孩子长大了，父母老了，而老龄化 baby boomer 占了最大的一个比例，他们平均都在50、60岁、60多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请问你觉得有多少个孩子愿意为父母去找补习班，或者腾出这一个生活费的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让父母去学习、去补习或者去上课？是很少。对，这个就是我们不惑，我们想重新唤起，给长辈一些机会吧，一些空间，所以我们不惑就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着。那在这个过程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你看我们其中的一个口号，我们其中一直沿着这一个目标在推动的，就是生着、活着、温度生命。这是我们不惑倡导着的。你看，生不为我所写的，你就生下来了，呱呱落地这样子的成长。但是到一定的年龄，你独立了，你有你的思想了，怎么活着是我们的选择，另一个学问。那到了很多的长辈，如果他终其一生就是为了那个家，或者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在长辈身上都会看到，责任扛得很大很重。对，那就是为了家，孩子当然一点孩子不需要他的，那么他的生活担子卸下了，再回头看一看怎么办，自己还剩做什么？那个突然的那一种空巢突然的掉进另外一个失落，或者这样的一个衔接，可以是有一些从职场上退下，有一些掉入退休年龄，有一些因为疾病，种种原因，他可能从一个状态就突然掉进另一个状态了。那这一群人，他的衔接，我们的社会为他提供了什么？所以我们讲怎么活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为这一些
退休人士这些群体做一些事，而同时能够激发他们先滋润自己嘛。对对，然后同时有这个温度，启动起来，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来送暖，明白，这个是我们希望做的。是，那我从你这个这段描述里面，我的理解是，所以 Uni Life CD 跟我们印象中那种学习是一种一定要学一个技术啊，一个技能啊，可能不太是这个方向，而更多是身心灵或者是哪一方面的重点为主呢？就是那个老爸老妈学堂，我所知道的啦，就是一直在办了一段时间，持之以恒都在办的。通常是哪一方面的这个课程？我们已经6年了，是6年，不可思议哦。对，我们现在正在分享1500场的线上公益课，所以这6年来1500接近了哈。是这种这6年来哈，除了新年礼拜天让老爸老妈可以有家庭生活，每一天几乎早上9点半是叮。现在很多的老妈也变成很自动的启动他们的手机，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人人可学，处处可学，也不限制实习好学，对，不限制内容，就是你有兴趣你就这样的一个方便为基础，那我们就启动哪一类的内容，OK， 这样的一个启动起来不得了了，很多跟我们生活上都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去做这样的，帮长辈做规划。OK， 很多长辈呢，就是你想他不是看手机，很多的资讯或许有用，但是滑2下就很容易被滑走，对他们要重新去寻找，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第二呢，他们时常在滑或者在看，那看的内容又是什么？可能是单一的，或者是倾向某一些方面。OK， 比如现在的媒体资讯你喜欢这一个，他就不能传进来这一个领域相关的演算法，但是它不是属于很跨界、很多元的。再来呢，就是很多长辈可能就是追剧、看电视。但是随着年龄的老化，不知道是电视看他，还是他在看电视节目。对，这个我的理解能想象。这就是这种长辈面对的种种现象，所以我们开始为他们量身定制。其实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蛮烧脑的。然后呢，也一直在追踪，也一直在就是鼓励长辈来学习，还有哪一些就引发起他们的好奇心，那在这个时候学习的长辈不再像中小学或者 University 对 ，OK， 你要的是那张文凭，你要拼作业，你要跟人家比较，然后你要看一下你自己在哪里，然后我出去过后怎么办？这些东西在这个长辈里面呢没有。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他在这个 Uni Life CD， 他赢得的是很多嘻哈笑声里面的幸福感，是他们的指标。OK， 他的学习已经去掉了压力这一块，去掉了分数这一块。OK， 反而是增加的是哇，为什么他这样高兴的学的这么样我做不到，为什么他可以？那我也来试试。所以我们的课程就从一个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其实是有一个纲要，就是从比如说那个营养上面的注意，这是老年人了对，一定的年龄或者是乐龄需要注意的营养，你怎么吃？你不能吃很大量，但是你要吃有优质的食物食材，怎么样摄取，怎么样才是营养？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怎么煮
这是一个啊。那再来就是健康，1、2、3、4，是 one more two more 运动。所以我们有瑜伽老师，我们有那个气功老师，那我们也有一些舞蹈老师。开着镜头啊，对，跟着做这个，你现在想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对不对？对。可这个过程呢，我也想到这些长辈实在是太过不可思议了。从最初我们启动的第一堂课，几个人而已，然后开始咯。但是呢，这里 call in， 不可以，我看不到这个，不可以，我还没有连接。等一下，那种 technical 的那一种，完全对这一种科技很陌生。我们不是说不会，他会，但是不熟练，然后很陌生，因为不常用所以发动起什么呢？孩子也来了没有。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带动起这些课程，所以孩子也来帮忙。所以你想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孩子也被妈妈好学的动力感染了，所以这个家的氛围、课题就不一样了。是那么当一个妈妈或者爸爸也这么好学，相对的推动下去，孩子到孙子，他会怎么样？潜移默化。是。所以我们的课程就是从最初的怎么样怎么办不会，到刚才你问的在网上学运动怎样对，他们做到了。镜头啊，各方面这个还很了不起，不是很，还不是最大的那个障碍，是不是？对，还不新奇，我应该这样说。还不新奇。这些长辈可以在家里，他们就这样子对着镜头，然后画了，还要让他的镜头被老师看到，然后还能够画，还能够讲。你们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变成我也很好奇，他们怎么做到的？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最近我们办的这一个不惑乐龄精神奖，对，其中有2、3个节目都是我们老爸老妈自发性的参与，去设计，然后去呈现。我看他们的演出的时候很感动这些老爸老妈太过活力四射，知道吗？他们都在不同的地方，怎么排练呢？可以这么齐舞蹈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他只是1、2次的集合排练就成了。那这间中的学习是怎么样？都在网上，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学习歌曲，所以当你想学，那个好奇心被启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潜能是无限大。对，这个是我们从这个老爸老妈来上课一推动开始，1400多场下来，我们看到很多奇迹吧，很多不可思议，然后它在发生，而且每一次都有很本土化、很感动人心的故事，它一直在发生。我这样子听因为想象就是不惑生命学院在这6年来这种坚持接近1500场这样持之以恒的这种要 live 这种精神，第一，它是很可贵可贵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你们愿意去做这个主动去创立一个这样的平台，更大的感动是在于，我觉得这是真正贯彻了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当那个学习是到了一个到了长者乐龄的年纪之后，它是由自己真心主动想要去学习的东西，那个动力是很大，然后他也能够就是像你说的，他能够感染他的孩子，让我们也能够参与，然后也能够看到父母，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是过日子，不是每天数着日子走到最后生命的结束，而是
他很可能在整个过程里面，因为通过学习，他可以有不一样的价值，不一样的人生的一些新的里程碑，都有极大可能会发生，对吧？我们看看每一个家几乎我们都会有长辈，对，因为我们也会老去，那一天我们也变成是家里的老人，那很多的老人如果在他自己的家，他通常他的那个可以分享的课题呀，或者生活上的重心在哪里，就绕着这个家。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久了，往往一些家庭了可能一些长辈还没开口，或者只是一个启动都知道了，不要再讲了，是就被打所以断了。他的火花就被灭了，知道吗？是那个你不是用水浇下去，可是你慢慢的这样子撒，那火花刚刚要开始就被你的水给洒掉了，灭掉了，就没了。所以慢慢的那些老人家他会越走怎么样？越窄。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失智，是或者老人家对自己价值的这一种肯定，没有了，那找不到，还有我在做什么？等吃吗？是睡每天醒来要做什么呢？然后呢，我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寻找他们的价值，活着的意义，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对。所以怎么样启动起来呀？我觉得在我们布霍生命学院看到的是，当这些市面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对，或者一个课程，或者一些主题，因为我们绕多的主题看到他们这么好学从我们为他设计到现在，其实是他们追着我们要跑要跑那个活动，所以从这些动态的课程不可思议，对不对？然后到学习，到分享，比如说法律的知识理财情绪或者一些甚至一些国外的医生也为我们这里来分享，所以匆匆就启动了很多。你愿意分享你的知识吗？OK，作为义工，你想做一些事，所以我们就启动这一块，是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哇，这一个一启动又不得了，有很多的那些讲师愿意为我们的长辈做一些事，这就是温度生命这其实是整体环境的推动。那我们也看到这些老师尤其是一些退休的人士，他们来上课了，突然又我会这一个小薇老师来，我想来做老师，所以他本来是学生，他就变成老师了，然后他又多了一群粉丝，OK， OK， 就形成一个社区了。所以这些老妈也无心插柳，形成了一个新的健康的生命共同体。你看一个家一个老人，两个长辈，比如他们聊的话题，长辈和长辈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他跟孙子讲，那个是 top down 的。那当我们这一群退休人士的时候，我不用去想，我要讲那个我孙子听得懂的语言，或者当我孙子听到习惯了，哎呀，阿嬷不要再讲了，我已经懂了。可是你在同辈之间，同样年龄，哇，那种互动的火花，这么我不会的，他跟我同样年，他这么厉害，你就有这个好奇一来，你想学了你就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这样发现，突然发现，原来我可以，为什么过去我不会画，我从来没有画，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妈老爸们，哇，画得很精彩，推动我们，再来，你多努力，我们为你做画册，所以又激发了，是
他们想学好学的这个区块。再来好，我为你做画展，哇，是又来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的前进，大家其实是结合一起。是这一路上就是通过不同的反馈，一路在成长跟发展。所以我也发现布霍生命学院除了有老爸老妈学堂，然后是有线上也有线下的活动之余，其实也有在做一些像你说的咯，发表老爸老妈们的学员的作品这种出版，然后也有其实在做你个人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个老龄课题、老龄化社会就是在属于叫做社会层面或者是政策层面上，你也在做积极的推广啦。所以我觉得你本身就已经是以自己作为一个模范哦，带领大家去做这个去做这个推动啦。我相信你个人也是因为留意到这一块的缺失啊，所以在预防的那一块，你做了这个布霍生命学院，但是你也明白到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发生，等到它真正发生了，照护者就要进来，就要这个角色就无可避免的要降临到每一个家庭，看是哪一个成员的身上。所以你又创立了这个马来西亚乐龄照护协会。不是我创立，而是有一群朋友，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好事大家一起来。好的，就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是，所以就又集结了一些朋友，来，这一个区块很缺哦。你看啊，因为马来西亚我们很幸运，其实是我们能够很好的表达，比如说华语，我们是华人这一块，是因为我们也有过去的长辈做了一些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 culture， 这种传统哦，除了自己以外，想去做一些事。很多人其实很容易，比如说我想做一些事啊，我就去捐款啊，或者我就去做某一些事啊，这样子。但是你要叫他们做一些烧脑的事是不容易的，要做好事还要烧脑，那个是不容易。是，所以我就其实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啊，这样子就会去想，很爱想这些东西，看看还能做些什么，对不对？对，想到了呢，就会想尽办法，就是好像你这样的一个才女啊，好，今天认识了明天可能想到某一些课题跟你有相关，来，你是否愿意为我们的社会也做一些事啊？以你所擅长的，当你一旦集结各方的能力，它就可以变成 something。这个就是我们把火花集结起来，它就会有温度。对，我们怎么去送暖？OK， 这个就是在这一个长辈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些需要，我们怎么做？那我们就有了这一个马来西亚乐龄照护协会，就是 Persatuan Warga Emas Kasih Sayang。那这个名字下来，我们也觉得很感动了哈。那就真正的去落实和推动，怎么样去为长辈送暖的这个区块。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也推动了这个乐龄热线，是，就倾听长辈啊，和给他一些支持和陪伴。是，所以就有这个，应该是马来西亚第一个老人的热线，我们就这样子胆粗粗的就发动起来了哈。对，当然这背后有一群辅导员或者督导或者很资深的那个咨询的这些义工导师在背后陪伴的，所以我们就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义工。其实你看我们从刚才聊到现在从我们一个最初想为这个乐龄的这个群体做一些事然后
6年下来就哇，就做了这么多。对，其实它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算是一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醒觉，但是我们将会进入的是快速高龄化这样的一个社会，是，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区块，我们希望，比如说哈，我们原有的一些机构，比如说一些社团组织、学校校委会等等，他们都有他的资源。但我们看到有一些有一定年龄的，可能都在这一些的机构里面，其实是蛮活跃的。这些都是一个活跃老化的象征。但是怎么样结合这种资源整合，去共同为社会做一些事，尤其是在乐龄的这个区块，这是我们很乐见的哈。所以我们不惑呢，就是推动这一个不惑线上图书馆，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空间，有一个 TV，我们给你连接，你只要 plug in，就可以了。那课程很多元嘛，所以你可以规划，你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时间段一起上课。我们都不惑做过这样多的这一些资料我们愿意提供。但我们也很缺，要把它做成线上图书馆等等，那真的是也需要人力，也需要一些资金。对，所以我们6年下来傻傻的就一直在烧钱。我希望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告诉我，你这样做，你等着你几时再破产。OK，我在想的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本来也从农村嘛，一无所有的来，我的父母给我很大的那个影响，那个生命的力量。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是，居然可以整个我的努力也是社会能够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又回归社会，我也乐见其成。是，但是幸好到现在我还没破产呢。我们不惑慈善与社会基金就一直不断的在呼吁。那我们也希望，比如说1天1块，你愿意给长辈上课吗？1天1块，你愿意为这个图书馆的资料库来支援他吗？1天1块，你愿意让一些即将退休或者这一个退休的人士重新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或者价值，让他也有能力换起来为这个社会送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区块我希望的是能够发动起让更多想为社会做一些好事的人，能不能够扩大这样的一个捐款的范围或者模式或者方法。我们在做这个尝试，因为不惑慈善和社会教育是属于大家的，不是个人的。我们只是以我们有的这个能力啊、财力啊、人脉啊、资源集合在一起，先做一些事。但是它需要大家一起来响应。是，我也延续你讲的这个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以为乐龄学习只是提供给个别长者的学习的机会，但其实那个价值不只是赋予老年人或者是长者有一个生命的价值，再造第3人生的一个机会，其实到最后那个价值也会延伸到家庭，每个家庭本身，以至于社会本身。因为当他们既能够健康，又能够带着他们长者的智慧，能够继续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话，那整个社会不是更美好吗？我想那个价值应该是一个 multiplying 的 effect 啦，就是一个越来越加大的一个效果。所以非常谢谢高女士今天跟我们讲你
创立这个不惑生命学院的种种的故事，还有其他基金会和就是这个协会照护协会的一个故事和历程。那回到一个最后的一个观点呢，我想请教你了，你觉得如果要跟像我这样子的中青年的一代要分享，可能我们都是很多长者的子女，那你会有什么建议啊给我们，能够让我们在陪伴我们的长辈变老的过程中，整个过程我们也能够更从容，然后能够一起跟我们的长者享受一个比较有阳光，而不是仅仅是关于生病、死亡这种情绪的氛围来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怎么样陪伴长辈哈？在这个区块我们鼓励4点比如说听，多倾听，不批判就听，让长辈有这样的机会去抒发，哪怕你听了1000次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喂，这一个我没有听过嘞，你再讲一下啊。他可能就讲了半个小时，你就听嘛，听了，你借个耳朵给他，你人在，心也要在了，就在那一个优质的倾听，从中找到亮点，每一个里面都有亮点那他受到肯定，他下一次讲不一样的给你听，你也不会听得很闷嘛，听。第二，陪伴，腾出时间陪 OK， 这个陪里面如果可以，当然跨代的有孙子妈妈也很高兴等等，但是不是你去看戏，你去 shopping， 然后把孩子交给妈妈偶尔可以，我多数的长辈也很高兴，乐意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长辈可能那一天他睡不好，第二天还要带孙子，那是蛮折腾的，是他的体力生理上是否负荷得来，你要是没有观察到他不会拒绝你，所以给长辈优质的陪伴，你可以这个月带孩子一起怎么样的，这个月就我和爸爸或者我和妈优质的陪伴。 OK， 第3点，学，可以是从鼓励长辈学，然后你陪他好奇怎么样啊，你学得怎样啊，又有新的，哇你这样厉害，肯定怎么样鼓励他看到哇原来可以他有考试的压力吗？没有，但是他有的是什么幸福的指数，然后欢笑，然后新的东西对不对？对，所以这整个里面都有什么，找到亮点，所以我讲4点是找到亮点，肯定他们那他从中就会激发你没看过的，因为他比你有时间然后就会去找，哇我一定要搞一些让我孩子很惊讶的东西，那个是什么他就不会玩你了，他自己去伤脑筋OK， 是整个家庭的生活氛围潜移默化，他一定会改。很好的一个总结所以确实长者需要学习，我们作为长者家属的也应该陪伴，我们也要学习，所以希望这一集能够鼓励大家更多的考虑，更多的响应这个乐龄学习让社会变得更好。那再一次我谢谢高桂莲女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也谢谢大家收听乐龄乐谈。如果你对本期话题有任何心得，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哦，让更多人加入关于长者乐龄健康与照护的对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